那些人已经没有东西黑我了。之前什么黑我什么人品啊什么的，因为现在黑我人品没有用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人人品就是本来就不行的。如果黑我那个说人品不行，这时候他们想要的是多音币很气，这多音币很着急。妈呀，黑多音币的人品不行，多音币都一点都不急。我就人品不行怎么了，大哥？就是不行嘛，我就不行啊。他们那些人反而是他们着急了，他们急了。哎呦妈呀，这个人为什么这个人不急啊？哎，没意思啊。那我黑什么呢？想一下，就硬找，就硬黑，知道吗？很搞笑那些人。其实这个那个果虫这个研放的非常好，我只能说是你们果虫这个研放的非常好。果虫看到我们进来了，然后果虫这个研放的是为什么？果虫要看这个眼为什么要放？因为瞎子有可能打完红 buff 来 F6 找那个皇子，瞎子这是有可能打完红 buff 找那个来 F6 找那个皇子，所以这个研放的非常好。要确定那个瞎子的位置，这个研放的非常好。不过小天这个位置刷新了之后，有机会直接去踢上路的。你说我心态好，我跟你说，我 S4到现在被骂的那么惨，我 S4S 我肯定没有这个心态的。那时候被骂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被骂，但 S5、S6、S7，知道了。我做什么事情，想骂我的人还是会骂。我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呢？就是 S8 就是我打完洲际赛才发现，想骂我的人还是会骂我。那我为什么还要管那些人，还要理那些人呢？反正那些人我会找100个理由骂我，那我为什么要理那些人？那骂我就骂我就无所谓，我自己开心就行啊。真的是习惯了，真的。这波有点可惜啊。这波其实如果 Q 中了的话，这个纷纷是死了。这个如果 Q 倒了，这个纷纷死了，有点可惜。然后我刚刚说的那个，现在那个果虫这个英雄真的是对线，真的是怎么打都能打出优势。你用脚打都能打出优势，你用一只手打都能打出优势，兄弟们。你是边吃边打也能打出优势，这个英雄就这么变态。这英雄就这么变态，边吃外卖边打游戏都能打出优势。这英雄真的是，主要是真的对线太变态。然后这不是我们知道那个 ES 要来下路越塔，然后看了血量，然后没有兵线，我们觉得不会被越塔。这波其实我没必要 TP， 我以为有机会杀人，我以为这波有机会杀人，没想到忘记对面有个塔姆。主要是最近比赛好久没有人选过这个塔姆，好久没看到这个塔姆这个英雄。其实这波都没必要下来。这波他们是还想越塔，因为那个卡萨丁下来了，然后中路兵线很差，他们一定要越下的，要赚点东西嘛。然后这波 Wink 失误，然后这波是 Wink 失误，他那个左位失误。这一波感觉对面没有6级踢下来的话，也没什么战斗力啊。主要是这波想认，这波是他们中野都回去了，因为这波为什么他们要回去？是因为纷纷那个就是那个中路线不是纷纷那个 ES 那个中路线很差，这个线是过来的线。如果这波两边都不回去，会发生什么事情啊？等一下那个加里欧3级，我5级。等一下这波加里欧如果不回中路，直接按 B 或者按 B 踢出来行，应该会踢出来。但如果他不 TP 的话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我等一下5级，他4级，或者5级或3级这样。所以这波加流一定要，这个线是一定要回去。后续被挡一下伤害，你看直接井上挂了一个点燃，这边厄菲琉斯拿到一个1血，反正扔一个塔姆身上是有闪现。这波因为左为说，然后这波我也想回去，因为我知道卡萨那个加流一定要推那波线嘛。这波我也想走回去，然后那个小 C 不让我回去，小 C 就不让我回去。小威也是走了回来 ，EQ 然后这波来一个卡萨丁加一个盲僧，他们上当了，只能说他们这波上当。上面亮一下 TP， 他们是把那个线推进去，所以中路是赚了，但是呢，这波他们送了2个头，卡萨丁直接起飞，卡萨丁前面拿2个头直接起飞，虽然我后面被抓了，但这样他们已经给不了我中路压力，他们这波给不了卡萨丁压力。真的是残局。上面2个打起来，但是很明显，这个时候的铁男做不过这个。你看，你们看，兄弟们，铁男完全打不过这个狗熊，铁男对线完全打不过狗熊。目前韩服那边狗熊上路打铁男那个胜率54%，是比奥恩要高很多的。现在线上铁男也比较难受。这波 Wink 走位失误啊，他以为能杀，差一点点，确实差一点点。正好被精准的指到了，然后一个罪名 Q 收下这个人头。是。加流这波失误。
只能说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这波会怎么做？我这波不会限 A， 然后不会追那个瞎子。我是加里奥的话，我会怎么做呢？然后最好是他踢下来，因为这个辅助没闪嘛，这个辅助没闪，嘲讽左边的人不会限 A， 嘲讽左边，嘲讽2个 W， 然后 QA。他 W 的话，我应该会交闪现跑，然后他可以下那个辅助 WQA， 然后林伟翔不能这样过来，林伟翔这波其实很危险，这波林伟翔其实这样过来就很危险，就是来送头的啊。就是那个加流，主要是加流这波失误了，他这波失误。谢谢老板送了100个飞机，老板大气，非常感谢，谢谢老板送了100个飞机。是的。谢谢大哥送了100个飞机，谢谢。补刀落后还是蛮多的。补刀落后蛮多，是因为刚才我说的那样，就是刚才那个线，其实如果那波线加流不回去，那不推那波线的话，我那波是5级打4级或者5级打3级，主要是那波兵他推了之后呢，我们在下打起来，然后中路落了2波兵，然后中路那波兵是过去的线，对我来说，这是那波兵就很亏。我亏了好多兵，因为那波兵线进来的那6只兵都没有吃到，然后后面那个兵线是过去的，然后已经被防御塔吃了好几个兵，肯定是亏的嘛。让他提前发育来说，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一个想看到的事情。所以那波我们为什么那波选择打架？因为知道加流一定要回去。那波我跟他们说。是那波，其实小天跟我说，真的要打吗？加里有 TP， 我说就追，因为那波我知道那个加里有一定要上去，一定要吃中路线，那波兵不吃他就很亏。所以那波我就跟那个其他人说，这波我们就打，就一定要打。太灵活，他比较怕那种像女坦这样的控制，直接 Q 技能你当头一棒跑也跑不了。但其实对面这样的他都可以通过他一个2技能拉开，还有他一个中亚可以保命。这你们看比赛其实很搞笑。比如说林伟翔打 IG 那把就是打的有点不好，他们说哎呦赶紧推找个 ADC， 然后这把打得好就说哎呀翔哥啊真有你的打得好，我是废物，都是这样兄弟们。那些人真的是很搞笑，真的是假装很懂游戏的样子。我为什么前几天跟你们说那些人真的是很搞笑，就假装很懂游戏的样子，真的就假装就懂游戏的样子，就想当个教练什么的。如果他们真的有这种天赋，有这种能力，他们肯定是已经找了一个俱乐部当教练，不可能在这里就一直那个什么打资啊什么的，不会在网上这么做，那肯定就会找个俱乐部过去问那个要不要什么教练啊什么的，那都会这么做啊，都是这样的。他们是没有这种能力，只是想装有这种能力，就是觉得自己是很厉害的样子。我只能说啊。感觉他可以骂选手就打得不好，好不好什么的，但不能攻击选手。就你可以说你可以那个自己在网上说，或者什么贴吧、夫妇什么这种微博上面可以自己说，因为我们不看就行。但他们这些人是没有资格来选手的微博说这种话，因为真的没有资格。我只能说啊，我就直接说啊，那些人骂我就骂我就无所谓，你想骂我就骂我吧，反正。我做什么事情你还是会骂我，那些人是没有资格骂选手，没有人资格来那个官博啊，来这选手的微博来骂选手。你凭什么？真的是你是什么？你凭什么？我这么说他们会说我是支持，我作为一个粉丝为什么不能这么做？你摸着自己的良心说话，大哥。你摸自己的良心说，你是真的是粉丝吗？你不就是找那种节奏，哪里有节奏，去那里带节奏的人吗？这还能叫粉丝吗？你摸着自己的良心说话，大哥，我只能这么讲。你们来骂我就骂我无所谓啊，气不气？你们骂我不气，我骂你们，你们气不气？气吧，你们气了，那你们是输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就是这种人。你气了，为什么气？因为你就是这种人。前几天有一个节奏，就是有一个解说的那个节奏，后来其实一开始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，一开始那个字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然后呢，后来看了之后，其实我是没什么感觉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是这种人，那说明我不是这种人，所以我看的都不气，就没有生气哦，是这样的吗？哦，但是呢，如果看到你有人说什么，你气了，你说明你真的是这种人。所以说啊，真的，
你骂我或者骂其他人是可以，你真的是不要骂我的队友，我骂也是我来骂，你有什么资格？我骂那些人是因为他是我的队友，他打得不好，我的成绩不好，我们的成绩不好，我是有资格骂。但你凭什么？你哪有资格骂队友啊？骂是我来骂，这我已经说了好多遍，好多次了，骂是我来骂，你是想夸或者什么想骂也无所谓的，不要来选手的微博，因为有些选手还是会看自己的微博，还是会影响到那个自己的心态。我也不会说是谁啊，我跟他们说不要看，他们还是会看，因为我也没办法没收他们的手机嘛。感谢老板送了100个飞机，谢谢。我是没办法没收他们的手机，我也没有资格，我凭什么？我是跟他们一样，我也是他们的，我跟他们一样，我是选手啊，他们也是选手啊，我凭什么跟他们说你不要看手机？手机给我，我哪有资格，兄弟们，我也没有啊。这真的是看着都很气，因为我一般都会，我是不会被这种外界因素干扰那种搞那个心态，所以我会一般都找这种东西，看看到底他们说什么，看了我都很气，兄弟，就打一把说退役。就打完一把就打得不好就说退役，打得好就说永远的神，我相信你啊。他们可能自己的就很搞笑，很有意思，一点都没有意思，兄弟。如果你真的觉得这样有意思的话，你有这种时间多跟朋友出去玩或者什么，跟朋友在英雄联盟开黑什么的，大哥，一点意思都没有，真没意思。但是这边卡塔丁还是被击杀。是。这波纷纷打得相当果断啊！这波没办法，主要是前面我就前面那个闪现被他们打出来了。我觉得为这个人，这真的是那个什么，ES 这个打野玩皇子的时候，玩皇子，然后玩别的英雄真的是不一样，不是一个人。他玩皇子的时候真的节奏非常好。之前我们不是说了那个打 ES 的队友前面都搬个皇子嘛？但我们这把放了皇子，就是因为他们最近没玩过皇子，但他们皇子还是挺厉害的。我看他最近都没玩过皇子，有人放了皇子都不选，所以我们以为他不会玩皇子，结果真的选了。然后他玩了皇子之后，真的是前面节奏都非常好，真的，这是真的，就不像一个人，真的不像一个人，兄弟，这玩的非常好。对，他也没有人头入账，然后补刀是持平的，所以现在他的经济是有些落后。就我记得我之前在家里说过这个，为什么我们新人就是越来越少，表现好的打得好的新人越来越少，打了1个赛季，打了半个赛季，打得不好就说退役吧。就比如说刚上场的时候，大家都很自信，为什么每个新人都是刚打比赛的时候，大家都打得这么厉害，都打得这么好，都有信心，都有自信。哇，我打 LPL 了，终于可以打 LPL 了，哇！我一定要 carry， 大家刚打的时候都是这么想，然后呢打了一把，打得不好就说这是谁啊？啊新人，为什么不换人啊？为什么不推呢？有些选手是顶不住啊。然后我最搞笑的是那时候有一个媒体发了这个，下面骂我的人，你们知道说什么吗？骂我的人说骂新人的不就是你吗？不就是你骂人新人？我什么时候跟新人说退役？我什么时候跟新人说别打职业？我说过这种话吗？我跟新人说你别打职业，你退役吧。你这个实力凭什么打职业？我什么时候说过？这段时间是没有盲僧的干扰的。那些人真的是，我真的觉得猪头有点问题。那些人，那些人只能说真的是猪头有问题，兄弟们。说过林伟翔，林伟翔不是新人啊。林伟翔不是新人啊，野区失手。我林伟翔不是新人，我真的觉得那样子真的是之后都没有，之后真的是兄弟们，我跟你们说 ，S10、S11、S12，你们是还是那几个人打，真的是还是那几个人打。办法14分钟，镀层脱落，这边想反一组 F6。这波感觉蓝斯很大胆啊，有点勉强。对，挺难是过来了。爆破果实过来到脸上，一技能拉回一个皇子，再接 Q， 没能。林伟翔是半血4会不好接自己有点可惜啊，他是有点可惜啊，是我对那个我们自己的选手啊，自己人，所以可以骂林伟翔吗？别骂了，最近别骂了，闪哥最近每天被我骂，你被我骂哭了，兄弟们，他已经被我骂的都哭了，兄弟别骂了，你们可以
不是你们可以骂，你们真的不要骂闪哥了，已经被我骂哭了，兄弟们。是 Wink 这个点，这场比赛没吃到太多的经济，发育有点不良。对，俄菲琉斯已经有一个无忌了，不过 Wink 身上应该有很多存款吧？是。双方的现在经济还是卡萨丁这个英雄，我刚刚说了，什么时候选卡萨丁，就是看当天的状态，就看当天的状态，觉得好的话就选，我不看阵容，我不看阵容，也不考虑什么英雄，对面英雄我们英雄，我就看我的状态，觉得我状态今天状态还行，那我就选卡萨丁，然后等我10比9就 carry。后面小 V 多硬币 Wink。前5名，然后看一个人在下路是没有什么威胁的，毕竟是一手铁男。对，大招还可以拖一个人进去单打独斗。于是趁这个小龙刷新前夕，小天是一个人什么对霸呀？甲骨前锋给 solo 掉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成绩差的时候最怕的是没有人敢出来骂队友，没有人敢说这种话。但成绩你就是一直都是那样。因为别人都不好意思说话，那他们也不想改自己的问题，不想解决自己的什么问题，明明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，但没有人敢说这个话，没有人敢说这个，那永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，那下一赛就废了，下一赛就没了，没了就世界赛也没有机会进，那不就这一年不就废了吗？这一年就没了呀，就白给了。先睡明定一下，加里奥在旁边，英雄登场，恐怕剩2个人了吗？狗熊先行倒在地上，阿姆带人过来，提前你们说的对霸的意思是，我最喜欢别人叫我对霸，因为我也觉得我是对霸。然后这个时间点，我最喜欢别人叫我对霸。我觉得这个挺好的。皇子一个人在下面也不是很敢开这个龙，毕竟铁男在他旁边啊。对霸的特权吧，可以这么讲。对霸的特权，对霸的特权，还行。主要是我这种人才能做对霸，因为已经被骂的很多次啊，已经都没有那个了，没有东西可以黑了，没有东西可以再黑。这不我跟小天说，我跟可汗，这不我跟可汗说拉那个皇子，然后让小天抢那个小龙。我觉得那个可汗没必要闪现2，没必要闪现2，这不已经走过去可以拉那个，主要是他想躲那个加里欧的 E， 他想躲加里欧的 E， 然后再2。盲僧过来可以稳稳的抢掉这波龙，这里配合的是比较默契，但是小白一上来一屁股先踩死一波盲僧。你看这个位置感觉是要被卖了，闪现已经没有了，反身也可以被挑起来，看一下人头的一个归属。这不有点可惜。这不我是想救那个可汗的，然后后来就觉得救可汗可能会出事，那算了卖了。可汗就是完全是一个工具人了，我闪现框打野，然后主要是我们这个阵容要控好小龙，不能给对面小龙。不 rank 吗？打完这把啊，不是，看完这把。伊斯代也不亏。不知道闪现可以跑。对。你说可汗吗？对，可汗刚才拉那个皇子，然后有闪现都这波是可以跑。哎呦，这波纷纷落。然后这波纷纷。对，这个 TP 位置感觉是。纷纷还有很多这种失误啊，就是纷纷就是刚才第一波那个下路那个三槽那里嘲讽也是失误了，然后这波那个 TP 位置也是，他这个人是打的就是有一波失误了，打的就越紧，这个人是越来越就打到中期或什么，就前面失误了就会很着急的那种。这对于伊斯塔来说节奏是这个是队友都让他那个，这个还是要靠其他队友，他。这个不是他要解决的问题，要队友都要帮他说那个不要着急啊，什么要放松，就我们还是能赢，要多鼓励一下那个纷纷，多鼓励一下队友。因为纷纷这个人是就是前面失误了，因为他是老问题，这个是纷纷的老问题，就从那个老干爹就是李宁老干爹的时候有这种问题。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他之前上不了场，是因为这个问题，就是那时候纷纷在的队都有那个替补或者什么，然后呢他打了1-2场，就是比如说第一把输了会很着急。我觉得队内的问题他们自己更了解嘛，他们的那个纷纷的问题他们自己的那个战队自己更了解，主要是。这个要多那个，因为现在今年的话，春季赛的话，伊斯塔就没有替补中路，就一个纷纷，所以最后比赛都是纷纷上的嘛。这个他们要尽快那个解决掉，不然这个下一赛他们有可能就很难打了。舔了一个蓝 buff 过来吃掉。这样的话，他们下一赛可能就很难打。非常气，但是又没有什么办法。因为下一个版本 AD 削弱。然后伊斯塔这个战队本来就是靠那个下路的，就是比较偏下路的，就4包1这种。当然一只猫就是猫被削了，猫削弱，然后一只猫就不能玩了，然后厄斐琉斯也削弱了。但
那 Wink 就没有英雄可以 carry， 最多就是也没有，所以要让中单选个这种 carry 英雄。但是呢，他现在这样的话，可能就自己都不敢选 carry 英雄，而且他自己会玩的 carry 英雄也没有那么多。限制下打野，就像刚才小龙一样，限制下打野在大龙附近是有机会去争，但是一只死亡座削弱，一只不是一只猫削弱，然后感觉厄斐琉斯应该还是要做一个3项的，多打一些伤害。这版本真的是兄弟们，我跟你们说，这 ADC 这版本 ADC 真的是太变态了，兄弟们，我跟你们说，削弱 AD 很正常，这版本 ADC 太鸡巴变态了，兄弟们，太鸡巴变态了，王子加辽一旦进去就很难出来，对，太鸡巴变态了，兄弟们。所以说看伊斯大怎么找一个机会吧。下一条小龙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时间点，但是方 plus 有可能会放。卡莎没学啊！卡莎这个英雄垃圾啊！卡莎这个英雄垃圾，这有啥用啊？这个 LCK 有一把就是HLE 打一个战队，卡莎5杠0杠2，打团0输出。加辽在正面给的压力还是有的。是的。打团0输出。啊，这里开上就再次出来，6次开认真。打团0输出。伊斯大这边更加优势一些。确实这个时间点把团战开起来还是可以。但开不起来团的话，然后辛德拉被削了，辛德拉也削了，我觉得之后就不能玩 AD 辛德拉，因为之前辛德拉1级的 Q 技能是40，然后现在是60。林伟阳双招在这个差很多。现在石阳鬼石板甲开谁都不太好办啊，铁男也有大招，盲僧也灵活。Viper 不行吗？没有 ，HLE 只有一个人在 ，HLE 现在只有 Viper 在 carry，HLE 现在这个战队啊，真的是只有一个 Viper 在 carry， 其他人都有点可惜。主要是带不动啊，他选那种英雄带不动。还有一个爆破火是可以去救他，但卡瑟琳如影随形，还想再去追。他还玩过，最搞笑的是那个 HLE 这个战队还玩过老鼠加猫，还玩老鼠猫，那把赢了，那把赢了。这边对面马上就要没蓝了。小龙12秒钟，狗熊 TP 大概差个20秒。狗熊想想，自己半血也不回家了。这个等一下，我把那个上面灯关了，有点亮。正面可能直接打起来，塔姆被率先先手到，一个英雄登场想去救塔姆，震起来一个刘青松，刘青松开启一个闪鬼石板甲，暂时是比较肉的。可汗在侧翼也去牵扯一下小 C 上面的位置，跟魏可铺的并不是很好。魏可身有个闪现没交出来，跟小 C 双殒命。这波卡斯林还在不停的去气定神闲，再起一个 E 技能减速到2个人，大招还可以不停的位移。盲僧踢到了小白的狗熊没有办法，回身一扑也要被收掉。录音毕，主要是纷纷跟那个什么林伟翔啊、小田关系都挺好的，然后经常看他们双排嘛。来看发现，他这个赛季也是练的英雄就那几款嘛。哎，我T城妈，我觉得这个赛季进步最快的一个中路，T城妈。T 城妈真的是一个这个赛季进步最快的一个中路，所以我这个赛季不是开始之前说了那个，我这赛季比较期待那个 W 跟老干爹的那个表现。踢下来一个13级的卡萨丁，配合一个铁男去抓。但我不知道下一个版本也会怎么样，主要是鸠蒙也是啊。但鸠蒙比较好的点是他会玩多一个寒冰。鸠蒙的话多一个寒冰嘛，主要是你们看那个自己看一下那个 W 的比赛，他们赢的比赛大部分都是靠团战赢。然后上路选个什么猴子、奥文这种能开团的英雄，然后那个 ADC 选个那种厄斐琉斯，他们赢的大部分都是厄斐琉斯加寒冰。就鸠蒙赢的都是厄斐琉斯寒冰，厄斐琉斯寒冰。但下个版本厄斐琉斯没有这版本这么厉害。然后寒冰其实还行，寒冰。寒冰还但我不知道那个，主要是下个版本你也不用帮厄斐琉斯，那你可以多帮一个寒冰啊，打 W 的战队多一个寒冰的那个帮位。多一个帮位嘛，这个秒表我刚刚说了那个，这时候再看时间，看对面的技能时间，然后再记时间，然后我因为打起来了嘛，我要跟队友说谁没闪先杀谁，然后按错了，这时候按错了，哎，你们看一下就知道，兄弟们，再看你。闪现而上就把它收掉了，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本身这边卡塔丁蓝量就不够了，然后那一波完事之后回来的蓝，然后提供了他其实的能力。就是杜云碧选手的第一视角，主要是这不就是有人闪上去了嘛？我要记时间，你们看一下就知道，我打个一，我要打个一的，本来那个我有人要那个交了闪现，等一下打完这波团要记时间。22，这不辅助不是闪了吗？闪了，我要记时间。
按了1，我要按1，这个本来震不到他，但是还是稳妥起见。我要打个1，不然哎，等一下啊，也不知道啥时候交闪，啥时候交的闪现。卡了一个视野吧，第一时间 EZ 还想回头输出，结果没想到这边卡拉丁探头了，过来看看你在干嘛。对。这伊斯塔几个人想在劣势的时候稍微找点机会。没事，还行的嘛。但是这个草丛，FunPlus 并没有去探连。你们知道吗？这是我第一次输的那个职业生涯第一次输那个，我从来没有什么中亚失误啊，什么还有什么秒表失误，这是第一次，兄弟们。英雄登场，林伟翔的位置并不是很好，他就要往后不停的拉扯，他还在输出，他居然活了下来，这个银焰的输出相当高，一米哥已经踩到了后排，再几个铁爪抓了一个小 C， 直接打了一波大团灭。这波林伟翔第一时间闪现躲了一下熊的大招，后续直接被皇子 EQ 关上，然后加疗也是落大了。我会以为他第一时间会直接被秒，但结果就一直在这边的一个碗里面。你的秒表不是方6吗？有搭天使的话，搭天使方6，中亚方1。很神奇这件事情。没有搭天使的话方6。这边伊斯大后续的一个伤害跟不上吧，内克这边的位置比较尴尬，打不到他，而且F6呢？也是在我说没有中亚啊，中亚你秒表失误。这里是分一米哥单带，然后其他4个人直接大龙，单带到高地，大龙也稳稳拿下，经济差瞬间拉开到7000块钱。是的。孙膑再刷一会儿也到16级了。静夜现在刚刚15级多一点。明天我们打V5，需要一点时间。但在下一条小龙明天打 V5，V5 现在状态非常好，V5。换了，除了中路都换了嘛。上路打野，然后下路。位置很差呀，哎呦，瞬间被摸到了，那走掉了。开车被打断了。这个时候下半区是没有小龙的，出来做视野，属实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。确实。那没有塔姆的情况下，FunPlus顺势展开一波进攻。啊！主要这个时间点。感谢大哥送了100个飞机，谢谢。其实我们这2个，就我们装备差的太多了。这几天的比赛都是啊。打的都是那种，林伟翔现在 A 塔 A 的也很快，但是自己吃防御塔吃的伤害有点多，已经被打下的比较厉害的队伍，都是 V5也是啊，其实最近打法也就保护下路，然后那个 AD 选个什么萨拉斯，哎不对，厄斐琉斯啊，厄斐琉斯啊，然后那个寒冰，那个 ADC 玩寒冰也玩的挺好的，包过来了，所以直接开 Q 跑，但又被踢。那个 ADC 玩寒冰玩的挺好的 ，V5 AD。他是被狗熊的一个 Q 技能拍住了。就是 V5现在是这样的，就是辅助选个 bard 这种，辅助是有 bard 就选个 bard，这种能游走的 bard 日女泰坦这种，然后呢打野先帮下路，然后呢下路打出优势，有优势了，就对面辅助开始那个 V5的辅助开始游走，帮上路。先帮下路，然后下路有优势之后呢，就让 AD 一个人玩，然后辅助选 bard 泰坦日女这种，跟打野一起野辅联动，抓中路啊或抓上路，打小龙打先锋，给力怎么给压力？感谢老板送的100个飞姐啊，谢谢大哥啊！结束的太快了，结束的很突然，就像